爸，你也知道哈，我跟小夏，我们这几年不容易。我之前也答应过他，好好照顾他、保护他、呵护他。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是不是得说话算数啊？我的孙子耶，奶奶保护不了你耶。这是干啥呢？说着说着怎么还唱上了呢？不是山北，你怎么回事儿？不跟着我一块哭就算了，你怎么爷俩合起伙来欺负我啊？说他们就说他们嘛，怎么又说上我了？我不害怕呀，我也想抱大孙子呀，咱们应该一致对外。妈，你才过去。不管是爱闯还是爱笑，早晚得来一个啊！咱先干一个，来。我妈可能误会了我跟你的关系，我再次跟你道歉。Lucy， 你想不想知道这次微漫收购华旗的结果？难道你知道结果？我知道，你肯定期待着今天下午华旗职代会的投票结果。如果职工代表大多数赞成被微漫收购，你就会多一份胜算。我说的没错吧？别说废话好吗？那我就直说吧，你放弃吧。理由呢？理由嘛，很简单。很多职工代表都知道了一个消息，除了微漫要来收购，还有另一家外企也想跟华旗谈。而且这家不是收购，而是更公平的合资。葛太平，你就是那家外企的代表吧？是日本三木吧？卢翠小姐，你特别喜欢从我这儿打听一些对你有用的情报，但时过境迁，这次你可以随便猜，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你彬彬有礼、点头哈腰的样子，还用得着我猜吗？现在，你身处异乡，想做成一件事很不容易。你曾经说过，人在失意的时候，酒也许能解决一些问题。在华旗的地盘上，我希望也能给你一些温暖。葛太平，眼镜拿走。啊。等一下，哎，不是，你走着去啊？长安，哎，大爷，赶紧追呀！小两口嘛，能有什么大事儿啊？大爷，我跟你说啊，还真是大事儿，是吗？小夏，我没想到
我原本以为这次收购最大的障碍会是那些厂领导，但是职代会的投票结果出来了，居然那么多的职工投了反对票。哎，我真的想不明白，你说对于那些职工们来说，这次收购是百益而无一害的，他们为什么会反对？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5类，最低的是生理需求，水、食物、睡眠等等，在这基础上，还有安全感、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各种需求。对于华企的职工来说，不也是一样吗？有份工资不下岗，只是最低要求。他们有资格，也有权利，追求更多的东西。你就别跟我说这些玄虚的了，在我眼里，无非是因为华企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而已。那你知道吗？还有一家外企要来跟华企谈合资，不是收购，是合资。是吗？我还真不知道。而且这位华企子弟葛太平，跟这家外企还有关系。说到这个葛太平，真是可笑。你肯定想象不到，昨天他母亲去酒店找我了，还带着他那个孩子。来找你干嘛？干嘛？他就是想来给那个孩子认妈。我直接告诉他，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情，而且，我要是一个母亲，绝不会抛弃自己的亲生孩子。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听到母亲这个词，有点感慨吧。你有青梅竹马的恋人，为了他，放弃了大好前程，奋不顾身地回到了这个涂山沟。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赶紧生个孩子吧。天伦之乐，才是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等到以后老了，儿孙满堂，含饴弄孙，总比在家里冷冷清清抱着一辈子获得的几百份奖状来自我安慰要幸福得多吧。我们俩很像，事业心都很重。你说的对，抱着几百份奖状，并不是幸福的全部。你可比我幸福多了。说实话，我真的挺羡慕你的。这一路走来，你事业爱情一样都没落下。我呢，事业倒没落下，爱情被我落下了。你也不要过早的给自己下断言嘛。沈夏，其实你对我并不了解。在威曼，大家都叫我 Lucy。其实我的本名叫陆红霞，出生在大西南的一个3线小县城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所以没有工作。上到初3那一年，我记得家里头只能拿出1个人的学费，姐姐就把上学的权利让给了我，也把人生的幸福让给我。后来上高3的时候，20岁的姐姐跟县城里其他姑娘一样，早早的嫁了人。 20岁就嫁人了？你不是在我们那里长大的，你不懂。第2年我考上了上海的重点大学，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跟姐姐一样大的女孩，正在大学里无忧无虑的漫步，而姐姐已为人母。我一直都知道，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在大雨中不停地奔跑。毕业的时候，正好碰到威曼中国公司成立，需要德文翻译，我就去了威曼。因为销售有提成，我就主动加入了销售部。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我做到了业绩第1，拿到了不菲的收入。你跟薛之离开之后，我成了南方分公司的经理。又用了5年的时间，我做到了威曼中国副总经理。我奋斗了15年，就是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跟你和徐迟这样的精英坐在一起喝咖啡。人生如路，我们可以从荒凉中走出繁华的风景来。这世间没有相同的一天，但是
我们却可以度过不同的今天。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坐在一起喝咖啡的。走了。沈夏，加油！加油！走。爸妈，你都在家呢。哎，来来来，做这么多菜啊？过年啊，妈。慢点啊！哎，你这臭小子，那给沈夏做的，你先吃上。看不看着啊？你是亲闺女，我是假儿子，做的全是你爱吃的菜啊，我只能跟着借光。宇哥，我可告诉你啊，这个春笋炒肉，你老爸我上周就想吃，你妈嫌贵没舍得买。这次一听说你要回来，二话不说，买了4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妈，谢谢你啊。我跟长安呢，认真考虑了2天。别，你这怎么了？恶心了，你这什么问题吧？爸，有没有纸啊？爸，来来来，你让开，来喝点水，喝点水，喝水压一压。哎呦，给我，哎呦，没事儿，哎，爸妈别忙活了，没事儿，你们快坐，我有话跟你们说，坐，快坐。小夏，你无论做什么决定，我跟你妈都支持，是吧，宝珍？那我也表个态吧。这事儿怎么定？只要是你们俩都想清楚了，想明白了，妈都依着你。爸妈，瞧你们说的，你们是长辈，怎么能都听我的呢？而且，这再过8个月，你们就要当爷爷奶奶了。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啊。拿酒来，拿酒。好孩子。别跟我说。哎，那好酒在哪儿啊？那儿，这儿。不知道啊。妈，这5年一直在给您写信，也一直在这样称呼着您。长安回来啦！
王姨呀，早把你当成这个家第3个孩子了。我都希望能亲眼看到您答应我一声。最近学校的工作忙吗？身体还好吧？给您写这封信，是要说一个好消息，您就要当姥姥了。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三木公司委派的谈判代表，葛太平先生。三木公司跟威曼公司不一样，我们非常尊重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那种霸道的收购模式，而是互惠互利的合资经营。未来的中日合资华气三木股份有限公司会引进三木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同时充分利用华气现有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的职工队伍，本着资源共享、渠道共享、战略联盟、长远发展的原则，不断提升双方的核心竞争力，达到共存、共赢。那我想请问一下，三木公司对于股权分配有什么要求呢？未来的合资公司，我们必须是控股方，华气以存量资产出资，占股49%。三木则以相应的现金出资，占股51%。你们还有别的要求吗？比如说呢？你也知道，现在许多国企面临的裁员增效的问题，三木公司对此有什么要求？合资公司一旦成立，我们将会从日本进口全套的现代化生产线，劳动效率将会大幅提高。所以在1年之内，华气在现有的职工基础上，必须要有20%的人员下岗。20%的职工下岗，这对于华气来说，这数目太大了，这就是4000人呐。这个是硬性条件吗？是的。太平不，葛先生，今天呢是咱们2家公司初次会谈，我看今儿就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厂领导班子会集中进行讨论，等讨论结果出来了，咱们再接着谈，你看行吗？艾副厂长，听您的。好。妈，太平，快进去吧，你爸已经回来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
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爸，我回来了。快看谁来了！爸爸来了！哎呦，爸爸来了！叫爸爸。你可真像个客人了。好，来，准备吃饭喽。爸爸吃饭。你去把我那瓶最好的高粱酒拿过来。哎。太平，在屋里那个五斗橱，去那儿拿。坐这边。哎，坐上来吧。太平，陪你爸好好喝一杯啊。嗯。咱们一会儿吃啊。走。搬的都是木头。爸，敬你一杯。来啊！金疙瘩、银疙瘩，都是疙瘩。如果三木公司能跟华企谈成合资，其实我认为是件好事情。但是有个底线，就是不能让一个职工下岗。那如果三木公司答应这个条件，其他的都可以坐下来谈。那如果他们不答应，一切免谈。爸，你想想，威曼的人来是怎么开条件的？他们张口叫收购华企，把华企变成他们在中国的一个加工厂。如果真的这样，有着30多年光荣传统的华企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所以华企根本就不可能答应的。这一切都在我意料之中，所以我们三木公司从一开始就很有诚意。我们提出合资经营的模式，希望双方能够共存共赢。爸，这是一次断臂求生的机会，华企千万不要错过。毕竟，您在华企做了10几年的厂长，我也不希望华企在您手上关张大吉。华企的现状，您比谁都清楚。这个月已经全厂停发工资，濒临破产，舍弃20%职工，是救厂唯一的出路。同意让20%的职工下岗，华企轻装上阵就能活下去，否则这么沉重的包袱谁也担不起。您是厂长，如果华企在您手上死了，您会被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的。滚！
子。妈，听奶奶的话。大爷，嘿嘿，回来了。哎，太平，太平，你不是回家吃饭吗？看来回家还是太早了。啊？包主，包主！哎呀，查，快！你哥说出事了，快！怎么了？坐坐，来。哎，慢一点，慢点，查。哎，小心啊！来，小心一点啊！李姨，你放心吧，浩浩我看着呢。小霞，你帮我看着，辛苦啊！小夏，我跟着一起去啊！哎，好嘞。哎呀！我爸怎么样了？太平，你咋才来嘛？哥说突发心梗，正在做手术，但是医生说应该没什么大事儿。你小子把你爸都气成什么样了？回去，别进。不过刚才是挺悬的，看你妈都吓坏了。太平，你长点心吧啊！你说说你啊，几年不回来，你一回来你震得出这么大动静？行了，别再说他了，都少说两句。妈，我来了。葛大平，你这人挺阴险的呀！前几天还说千万不能答应伪满来收购华企，因为那样就是卖场。现在你倒好，不用我们卖场了，是你把我们所有工人全给卖了。就是，听说和三木合资以后，有20%的工人都要下岗，这也太狠了吧！你们嚷嚷什么呀？好好说。这太平这次回来也是好心，这是在帮华企解决困难呢。就是啊，哎，走，走了，来，走，快！你看啊，那现在下岗这个事儿，他不是八字还没有一撇吗？是不是？至于吗？你们都不想做下岗的20%，对吗？那就好了。大家都不想被下岗，于是大家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对于留下来的80%职工，将实行绩效工资制。你的贡献越高，拿到的工资和奖金就越高。下岗本身就是一种优胜劣汰，你们呢不要只看到个人利益，要看到咱们华企的利益，不要只看到下岗的坏处。要看到下岗的好处吗？呸！下岗还能有好处？那我祝你们全家都下岗。葛太平，你这个人是真不干好事呀！你出去了好多年，大家本来还惦记着你啊，你倒好，你这一回来就活该这些工人吗？啊！祸害工人，他在他爹就差点害死。没完了是吧？都干嘛呀？都干嘛呀？要动手吗？哥儿几个说的话有点过了啊！不管怎么说，太平也是自己人。是，几年前离开了华企，自己出去打拼去了，但是也积累了经验，有了自己的想法。这次回来的确是要解决华企的麻烦。
可是关于下岗不下岗，那得厂领导来决定，还八字没一撇呢。大家伙都先别急，消消气儿，都不容易。先把太平带走吧。太平，走。哎，大家听我说，别说了，让我说。我葛太平从小在华气长大，我心里也深深的爱着咱们华气。而且，我已经跟三部的高层约定过了，这次的中外合资如果顺利完成，我将会是这家合资厂的总经理。到时候，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把咱们厂子搞好。60年代，咱们华气厂成立；86年五改期是第2次创业；92年军改民是第3次创业；现在是1998年。中外合资将会成为咱们华气厂第4次创业，而且这次的创业历史意义更为重要。它意味着咱们的华气将会与国际接轨，意味着咱们的华气将会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重卡品牌。请大家相信我，现在的下岗只是一时的困难，5年后，咱们华气的产能扩大，我一定把现在下岗的职工再全部招回来。现在的华气还能撑几天？5天还是10天？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就连这食堂你们也吃不了几天了。华气就算是倒闭了，也不能由你这种人做主。对，先给的钱都让你丢弃了，滚！小军，把他带走。国庆，怎么会这样呢？那太平他怎么样了？没事儿，我们给他送到厂门口，他自个儿打车回去了。来，孩儿他妈张嘴吃个水果，补充一下维生素。来，给你放这儿了。你叫孩子他娘，感觉我现在老了好多。那我就叫你孩子他爹。我必须是孩儿的爹呀。哎呀，不过其实吧，这三木啊，想要跟咱们合资，我觉得是条出路，因为这样就能引进大量的资金，也能引进这进口的生产线。最重要的是，咱们能跟人学到先进的技术。可是万万没想到，他要谈什么下岗？哎，这威曼要收购咱华气，就说到收购啊，我绝对不同意。可是人家也说了，把产能用足了，不搞下岗这一套。哎，这我就很支持。你说这三木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哎，有一点不可否认啊，学习日本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生产效率，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合资初期嘛，有20%的下岗率，我也能接受。瞪着我干嘛？哎，我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呢，未来的企业一定是知识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力密集型。所以呢，对于我们现在的华企来说啊，我们得好好想一想了。我不管什么密集不密集啊，我只知道那些年纪大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体能差的这些老职工们，恰恰是他们30年前参加了咱们华气的初创啊，人家在这儿付出了青春和热血，一辈子都搭在这黄土沟里，把华气当成自己家。那咱华气是不是得给人一交代啊？这情感跟规则有时候就是矛盾的。对于我们现在的华气来说，我们只能先讲规则，而且只有先讲了规则，华气脱离了困境，实现了腾飞，到了下一阶段，我们才能讲情感。哎，这我不同意啊！是要讲规则，但同样也要一起讲情感啊！咱不能像那些资本家一样冷血吧？这不是冷不冷血的问题，你好好想想，
咱们华汽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60年代，我们的生产任务是国家分配，基本上是属于旱涝保收，只要员工能够正常上班，那工资就少不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情况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那部队给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少，我们得自己去找市场。那能卖掉车，日子就能正常过；那卖不掉，那工资就发不了。到了92年，情况更加严重，仅仅能够卖掉车还不够，我们还必须通过改革精简人员，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提高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下岗政策，明白了吗？哎，明白了吗？我明白，但是咱们华汽那么困难的时候，咱都闯过来了，凭的是什么呀？是先进的技术吗？还是雄厚的资金啊？小夏，咱们当初凭的是永不熄火的精气神儿啊，所以到了现在，咱才有跟德国人、跟日本人谈判的资格。还有啊，那咱们的长辈为啥要大老远的从这大城市里？为什么大老远的从这大城市跑到这山沟子里来啊？图的是啥呀？为什么要建设华汽啊？那为的不就是以后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吗？那怎么还在这幸福的生活的半路上，把一些老弱病残给抛弃了呢？这我不赞同，我不接受啊！哎呀，烫啊！光说情感是没有办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怎么不可能？那想当年，我不是也凭借着我那真切的情感，打败了我的竞争对手徐迟吗？是不是沙伦？哪儿跟哪儿啊？哎，这徐迟的英文名叫什么来着？哎，咽下了。哎呀，爱吵爱笑啊！我跟你说，不管你俩谁先出来啊，出来之后离你妈远点，你妈下手太狠了，以后跟爸爸在一块儿。别理你爸啊！华汽不要你们，我这儿要你们，只要是一线的，我们通通需要。哎，你上次说3倍工资，去你那儿能兑现吗？这个你放心，不仅兑现，年底还有奖金。哎，我说你咋又来了？你们华汽资金短缺，面临倒闭，我们民营厂资金雄厚，缺乏人才，市场经济，咱们公平竞争。吴总你好，我厂正处在生死关头。哟，来了，坐。我现在来华汽，就跟做贼一样。你都让咱华汽人下岗了，你还指着大家伙儿对你笑脸相迎啊？别人不理解我，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呀？我是在为华汽找活路呢。哎，我也是从小在华汽长大，对华汽和旗舰都是有感情的。我背井离乡这么多年，现在回来，就是希望能帮到华汽。当然，自己也想活出个人样，让我爹看看。我提出的方案大家都反对，其实他们真的应该去看看日本的那些车企。就拿3部来说吧，人家的职工只有5000人，可年产值却达到5000台。这里面的差距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人家用我们1/4的人，却创造出我们3倍多的产品，年产值达到3亿多美元，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太平，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很多职工10几岁就来华汽了，他们没有其他的技能。如果下岗，他们1没门路，2没技术，3没有资金积累，你让他们干嘛去？啊？
摆地摊卖早点，修自行车去。可是长安，我们总有一天要跟国际接轨啊。太平，你能不能跟你的上司再聊一聊？咱们不搞下岗，搞分流，这20%的人吸纳到我们这个销售队伍还有维修队伍当中，行不行？我们当然要扩充销售和维修队伍，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没办法消化这4000人呐。太平，我问你句话，你希望华旗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那你认为华旗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是幸福的样子。让20%的职工下岗，已经是最幸福的样子了。长安，现在我爸生病了，你爸是代理厂长，而且你跟刘书记的私交又特别好，我希望你能帮我去说服他们一下。你也知道，这次我代表3部来谈判，如果谈判成功的话，我就会是这家合资厂的总经理。你不是说过，打虎亲兄弟，上阵也要亲兄弟吗？我向你承诺，如果我做了总经理，我一定提拔你做副总经理。怎么样？太平，我不是怕做你的副总经理，我只是不想拿华旗跟你做交易。好，那按你说的，我回去再想想。谢谢。走了。喂，你好，华旗销售公司。安长安。哟。哎呀，哎，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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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呀，哎呀，哎呀，干什么人看着呢？肉麻现在。哎，我说你啊，前面我去北京千里迢迢我去找你去，结果我扑了个空，没想到你小子自个儿送上门来了啊！我告诉你，这次回来了，想走可没那么容易啊！小长安，我这次来找你跟沈夏，可是有很重要的事。啥事儿？去带我机场看看。呀，走，跟我进城。哎呀，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哎，菜齐了，动筷。我听说华旗已经停发工资很久了，你们干嘛为了我准备这么多菜？这要的就是这一锅热气腾腾，啊！好一锅热气腾腾。希望我们华气一直热气腾腾，也希望我们的生活热气腾腾。来，倒上。哎呀，我说徐迟，哎，你得抓点紧了。我跟小夏都要当爸爸妈妈了，都开花结果了。你呢？我怎么了？我比你们俩快好吗？真的假的？上次长安去北京办事处找我，接待他的就是我媳妇儿。哎，不是，等，那秘书是你媳妇儿啊？怎么没告诉我呀？什么秘书啊？人家也是老板来的，好不好？集团呢，在北京的办事处是我们俩共同负责的。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上次就因为有个人啊，跟我媳妇儿滔滔不绝的说什么华气的人如何想念我，华气现在碰到了多么大的危机啊，只有我能救华气，等之类的。说来也奇怪啊，我媳妇儿这人平时挺谨慎的，不太容易相信人，可是这次就邪了门了，就相信这只野猴子了，你说奇不奇怪？是不是？但是啊，这个事儿呢，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就是你们家艾长安啊，还真适合做销售经理，忒能忽悠。
班长总结的太对了。哎，都嫁给我了，怎么还向着外人说话呢？哎，徐师啊，说说看，这次想怎么帮华西？哎，别戴高帽子，我可没这能力。少来这套！你来都来了，你肯定有办法。准确的说是正在想办法。但是我告诉你们俩啊，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做成，我自己心里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你们俩得有个准备啊。是这样，回国之后呢，因为我一直在投资圈，所以身边接触了很多大客户，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各个省的大国企，并且跟汽车制造业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有生产车用玻璃的，生产电瓶的，生产轮胎的，生产刹车片的，等等等等。首先他们的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本身呢也有着产业升级的意愿，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所以呢，我就想着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把大家联合起来，劲儿往一块使，共同做成一件大事。这不错呀，所以我这次来呢，没有惊动厂里，只是想说私下做一个尽调啊。所有有关于华气现状的任何事情，大大小小事无巨细，我都要知道，包括你们的生产、销售以及资产负债状况，还有华气下一步要有新厂区的建设，总共需要多少钱，自备资金有多少，贷款是多少，到位了多少等等，所有关于华气现状的一切，我都要知道。这绝对没问题。你要是想了解销售这一块啊，我来给你解答。生产的话呢，就让咱爸来跟徐师讲。如果你想知道新厂区的这个规划呀，包括银行贷款负债情况，我可以请杨总会计师来给你解答。那这事咱们就说定了啊。这次呢，我来华气大概会待2周左右的时间。每一天我需要知道什么情况，我都会事先告诉你，然后你来帮我安排我需要见什么样的人。但是安长安，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永远不要催着我问结果，可以吗？这没问题。这样，咱们啊边吃边聊，先从我这块聊。销售公司说起。可以，你等会儿，我拿个本记一下。停，今晚可是家宴，工作明天再开始聊。着急心切了。还是我媳妇儿说的对。那行，咱今儿就不聊工作，咱俩敬他一杯。来，欢迎老朋友回归。干了，干了。哎呀，哎，徐师，我有个问题啊，我也得问问你，你这英文名到底叫什么来着？哎呦，班长别理他，踢得好，再使点劲踢死他！我告诉你啊，这一脚劲儿老大了，绝对是男孩。Yes. Could you please submit your business plan to our company? Yeah. I will reply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Okay, bye bye. 徐迟，葛太平，咱们有10来年没见了吧？可不是嘛。你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次应该也是代表某家国外的卡车公司来跟华气谈合作的吧？你说对了一半，我呢，只代表我自己。看来现在的华气真的成唐僧肉了。哎，说到唐僧呢，华气还真就是唐僧，只不过他的身边啊，有一帮孙猴子在保护着他。这帮孙猴子身上有着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魑魅魍魉，都阻挡不了他们接近自己的理想。太平，我说的对吗？来，希望华气能度过这次危机。别干！太平，今天我们还能坐在这食堂里面喝酒吃肉，但明天呢？
明天去哪儿吃啊？去哪儿喝？啊？你看你这次来啊，那代表的可是三木这样的大公司啊。那你们是光见着贼吃肉，没见到贼挨打呀？我这几年做过小生意，赔了；干过修配工，被开了；追过 Lucy， 被拒了。最后我还干过包工头，确实风光过，但大部分时间就像是一条流浪狗。停，打住啊！我们呢不想听见那流浪狗的故事，就想听听你跟那卢四儿的故事。那卢四儿送你儿子回来3年了，你们老2位真行了啊！也不说回来看看孩子，你就每个月寄点钱，你真够撑的。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这 Lucy 呀，她要是孩子她亲妈的话，那太平怎么可能是条流浪狗呢？不过话说回来啊，这流浪狗那总比丧家犬强嘛，是不是？也对。你们俩差不多行了，怎么那么损呢？当然损你是应该的，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想着回来陪陪你父母，陪陪你儿子。儿子，我当包工头的时候啊，认识一个女人，谁知道就有了这么个孩子。孩子生下来没多久，我以为生活能安顿下来，结果那个女人拿着我的钱跑了。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这孩子就不是 Lucy 的，拿来吧，快！真不是啊！还问了，人都说了，你快一点的，是我怎么这么快？那你现在在三木公司不也挺好的吗？我做包工头啊，不但没赚钱，到最后反倒欠了别人20万，到处被人逼债。我是没办法，再跑到日本三木公司开始做销售。3年时间，我一直做到了销售主管。没事，太平，你看，就哪怕是这一次谈这个合资啊，即便是没谈成，那你最起码你回去之后，那你还是这个外企的高管，衣食无忧。什么衣食无忧？什么外企高管啊？那都是虚的。其实我呀，就是一个分公司的销售经理。这次来华企，我是毛遂自荐，因为我想，这是我最后搏一次的机会了。之前三木公司跟国内另外几家车企谈过了，但因为股权分配的问题都没有谈成功，所以我直接找到了中国区的总裁。我跟他说，我是华企子弟，在三木公司里没有人比我更懂华企。我跟他们签了对赌协议，如果谈判成功，三木公司将委派我担任这家合资厂的总经理。那要是不成功呢？不成功，那我就从三木滚蛋呗。本来呢是想着请长安私下帮个忙啊，悄悄的在华企做一次前期的尽调，结果没想到还是惊动了领导。我们华企呢，现在处在危急关头，也处在转型的关头。我问过我们的杨总会计师，虽然因为缺少流动资金，我们厂里的生产经营情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可是我们的资产、负债等各方面情况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啊，这3位老总收到消息之后啊，就立刻赶过来，说是要尽快跟华企的领导碰个面，商讨一下，看看能不能后续合作。好，刘书记，艾厂长，咱们呢可都是老相识了。我们公司啊，为华企生产了多年的车用玻璃啊。王总，你们新耀玻璃厂，那我也是非常了解的，那效益是非常好。
产品是供不应求啊。这不，我们也想做大做强吗？啊，特别是想跟华汽这样的老牌国企深度绑定。对，我们立丰轮胎厂跟华汽也是老朋友了。是啊，不容易，30年了，我们华汽可一直在采购你们厂的轮胎啊。看来我跟华汽的领导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是铝合金厂，一直想着能够为国内的卡车行业配套生产一些铝合金配件，比如说油箱和储气筒。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儿啊！如果这2个部件采用铝合金，减重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铝合金材质便于清洁且耐用。艾经理虽然是销售经理，但是对技术很内行。如果这一次能够和华汽深度合作，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机会。其实今天在座的各位啊，都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强强联手啊，优势互补。我们华汽的优势在于资产、资质还有资源，但是您3位不可替代的优势就是资金啊。既然大家都认可华汽的品牌，同时呢也认可中国重卡行业未来的前景，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合力。具体的做法呢是以他们3家为主，占股在50%以上，然后再找几10家有着产业升级愿望的，在各自的行业里面有着明显优势的中小企业，把大家联合起来，合资成立一家新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然后筹集资金。我希望这笔资金保底在2个亿左右，然后把这笔钱投给华汽。等一下呢，各位领导跟各位老总可以简单的就这个方案讨论一下。如果大家认为这个方案可行，那么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推进。这是大好事啊！如果这2个亿给到华汽，那可是解决了我们华汽燃眉之急啊！如果2个亿的资金投给华汽，按照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我们这家股份公司要占股在20%到30%之间啊。具体的数字咱们以后再算。一旦投资成功，我们这家公司将会成为华汽的小股东。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请讲。投资成功之后，华汽所有需要外购的零部件，比如车用玻璃、轮胎、刹车片等等等等，我们这家公司拥有优先供货权啊。同时，我们会做出承诺，并且落实在合约里面，产品的质量一定符合华汽的标准和要求，我们的产品价格一定不会高于市场平均价。这个条件不算过分。老艾，你说呢？一旦你们股份有限公司成了我们华汽的股东，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们华汽的外购零部件尽可能多的交给你们，只要价格合理，保质保量，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一次的合作势在必行了。徐总啊，咱们俩是第一次见面，这次呢，我们等米下锅呢，你就把米给送来了，非常感谢你啊。这样，等到我们这次双方达成协议之后呢，我们华汽呢会尽快的拿出一份可行的方案，上报上级的部门，等到批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推进。刘书记啊，太谈了。你们华汽感谢徐总，我们这些公司啊，也感谢徐总啊。这个我们过去效益虽然不错，但是呢，经营企业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过去由于信息闭塞等等多种原因，啊，我们就像八卦阵里骑马，出路难寻呐。这次多亏徐总帮了这个大忙啊！谢哥，多亏了你这次牵线搭桥，如果这次合作成功，就会像葛厂长说的，华汽有了实力，拿到更多的订单，到时候大家伙幸福指数就会更高，红烧肉就会一碗一碗
一直吃下去了。喝点水吧。爸，太平来看你了。让他看。三木先生，葛浩，明天叔叔给你买你最爱吃的西瓜，好不好？好。长安，太平，哎，太平，来，快进，来，葛浩，这是你爸爸。叫爸爸。老长安，三木坚决不同意撤销下岗的要求，我尽力了。嗨，对不起，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你又要走啊？来，坐会儿聊。太平，要我说啊，这次你就留在华气吧。徐氏牵线搭桥，带来了大量资金。咱们这个厂的新厂区，马上又可以上马了。销售公司这边，我也要重新招兵买马，把这个销售网络做到每一个城市去。挺好的。而且不光扩向全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每一位客户提供免费的24小时救援服务。一旦这个服务铺向全国之后，那我们就需要招更多的管理人员。你正好可以把在三木学到的先进的管理技术带回来呀。这次来华企谈判失败，三木我就回不去了。我这就是曹操下江南，来得凶，败得惨。长安，我知道你是好心想收留我，我能留下来，几年前我就不会走。谢了。这次我不但自己想做的事儿没成功，还把我爸给气倒了。本来他再有1年就能平平安安的退休了。是啊，我天天见到的都是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的葛叔。这一次看他有气无力的躺在病床上，心里真挺难受的。可是你这一走，葛叔李还有儿子，怎么办？我来就是找你商量这事儿的。
我儿子才3岁，我不想让他从小就见到他爸失败的样子。你小点声。现在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出去，继续寻找能东山再起的机会。长安，上次我只拜托你照顾一下我妈，这回我要拜托你们再照顾一下我爸，还有我儿子。我不管了，谁叫咱们是旗舰呢？你们俩就辛苦了。哎呀，干什么呢？太平啊，其实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把葛叔、李姨都当作是自己父母。主要就是你，你想好了吗？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吧。这辈子注定在外头漂泊。祝福你们，这次华气又度过了危机。只要资金到位，新厂区建成，产能就能扩大，2台发动机马上就能量产，谁都能看出来，华气的前景一片辉煌。遗憾的是，这次的危机不是由我来解决的。徐迟跟我说，华气就是唐僧，但是有一帮孙猴子保护着他。这群孙猴子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魑魅魍魉，都无法阻挡他们接近自己的理想。我赞同他说的话，因为其实我也是一只孙猴子，我比谁都想保护唐僧。哈哈，叫爸爸。叫爸爸。走好，不哭了啊，不哭。婵，能出去一下吗？找你有点事儿。啊，好了啊！怎么了？婵，你看，你能不能借我5000块钱，然后明天直接去医院送给我妈，就说是我留给她的。你放心吧。对于我爸妈来说，我就是个不孝之子。走了，以后不混出个人样，我绝不会回来。我送你。你回屋吧。咋了？
我不愿意别人送我，尤其是你。懂了，走吧。刘书记，哎，来，您找我们？对，哎，快请坐，快请坐。哎，本来我跟小夏呀还想来找您呢。是吗？哎，我自个儿来，您说。先告诉你们个好消息，省政府已经正式批准了我们成立有限公司的申请报告啊。同时呢，由徐驰牵线搭桥的那家有限公司呢，也已组建成功了。他们是由68家法人共同投资成立了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国有控股公司。这家股份有限公司呢，将在明天派代表正式到咱们华企呢签订投资协议。他们将和咱们华企共同成立华腾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那这太好了呀！还有一件事，葛厂长病退了，同时今天正式任命书已经下来了。廖总工，廖启智同志将担任我们新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长安，这下，今天呢，我跟廖总经理商量了一下徐驰的事儿。刘书记，招贤纳士。我呢就想先听听你们的想法。如果咱们邀请徐驰担任新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战略发展研究，你们看怎么样？我们两个当然觉得好了。其实我跟小夏这几天在家里就在聊这件事情。本来今天来就是想和厂领导汇报一下我们的想法。对，没想到我们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呢和投资咱们的3家国企的老总呢也了解了一下情况。他们新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呢，本来想邀请徐驰担任总经理，但徐驰没有，拒绝了。是，徐驰呢不是一个贪慕金钱权力的人。其实5年前，为了小夏能顺利辞职，他还放弃了德国威曼中国区副总这个位置。你想想看，这要换了别人，谁舍得呀？我这位班长啊，现在呢是一家美国风投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专门投资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我担心，不知道他现在还愿不愿意重新回到重卡行业。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呢在北京已经有家庭了，孩子才2岁。不知道这个家庭会不会成为他来华企的一个障碍。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事情啊。这一次，通过徐驰牵线搭桥，
给我们华气输了血，咱们才又活了过来。我是希望呀，他不仅仅是给咱们输血，未来还要给咱们造血。刘书记，我明白了，我去找他谈。徐成啊，还记得这2辆车吗？啊，这就是当年吴改期的样车，我还开着这辆车出了事故。你跟小夏，你们2个还参加了维修工作。哎呀，现在这一个5吨，一个7吨，就放在这儿当展示车了，供来宾欣赏。哎呀，我还记得当年在车间里组装它的时候，我们几个大学生啊说了几句华气落后的话，结果呢，突然冲出来一个野蛮的华气子弟，非要打人。哎，长安，这事儿你还记得吧？有这事儿吗？没有吗？我还记得我当时说过，我们华气落后了，跟不上世界的发展潮流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12年过去了，我们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华气。这次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事情能够顺利推进，徐迟，功不可没。的确，话也不能这么说。这次呢，作为搭档，艾长安同志的表现真的令人刮目相看，跟之前相比，完全换了一个。哎，我说徐成，你这回管我叫艾长安同志，我可还是挺高兴的啊。我跟你说，我不光要做一个合格的试车员，一个合格的销售经理，我更要做一个合格的华气人。等华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由我们自主研发的发动机、变速箱还有车桥，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成立子公司。接下来，我们将打造一条属于我们华气自己的黄金产业链。哎，到时候生产往这儿看，接下来要打造的车，都保留着最可贵的军车品质，知道吗？但是这最具竞争力的啊，还是这个将由我们华气打造的，全行业内最先进的由大功率发动机、直接档变速器以及小速比的单级车架所组成的整套的动力匹配技术。以后由我们华气打造的重卡，每一辆在性能上一定远远高于同市场的同档次产品。艾长安，我不得不承认，你们华气下一步将要打造黄金产业链这个事情，非常具有前瞻性。但是，你现在对着一辆7吨样车在这搞演讲，没有这个必要吧？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要不在这儿慷慨激昂的演讲，我怕我感动不了你啊。切，班长，长安的意思啊，是想让你看见我们华气未来的美好前景。我跟长安代表华气，正式邀请你加盟。其实我跟小夏呢，是代表刘书记，还有廖总经理，正式的邀请你来加盟我们华气。行，我知道了啊。哎，什么叫你知道了呀？你给句痛快话呢？哎，你让他考虑考虑，不可能这么快做决定。那这事不用考虑啊，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37天之后，我来华气报道。就同意了？同意了。哦，对了，你们俩别忘了提前，你就算了，有孕在身。艾长安，你提前把我的办公室给我收拾好啊。那为什么37天？哎，为什么37天啊？这事儿就别问，反正37天之后我来华气报道。哎，讨不讨厌呢你？能不能别吞吞吐吐的，赶紧告诉我俩干着急呢，在这儿。你看，刚说完，你跟之前像换了个人似的，怎么又回到过去那急脾气了？
行，反正现在告诉你也没所谓。是这样，5年前我离开威曼的时候，马库斯逼着我签下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竞业协议，期限是5年。5年？哟，也就是说，再过37天，这份竞业限制协议就到期了，对吗？看看人家还是沈工的脑子反应快，这你得学着。嘿嘿，反正不管是37天还是73天啊，你徐迟兜兜转转又回到我们华气了。是啊，兜兜转转，我又回到了华气，又回到了中卡。哎，那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啥咋了？一起过来。这事儿恐怕还要看看我媳妇儿的态度。据我所知呢，目前的状况来看，集团那边还真离不了他。所以我估计在未来的2到3年之内，我跟我媳妇儿就只能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了。哎，你少跟我来那出啊！别弄得我们2个跟棒打鸳鸯、拆散人家庭似的。不是吗？是吗？对。走吧。哎呀，这搞定了。还挺轻松。